Hello，大家好，我是阿定志。今天这期视频的话是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免费域名注册的一个教程啊。这个 Netlib 最近的话应该也是比较火的。其实这个域名之前就应该做出来的，但是之前的话存在 CF 托管的一点问题，然后我也一直在尝试解决。然后我是在昨天发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掉了吧，然后今天的话也就赶紧把这个视频做出来了。在开始之前的话，这边的话我新增了一个 QQ 群啊，有需要的可以扫描加一下群吧。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还是以 TG 群为主啊，这个为辅助啊，好吧？OK，那今天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好吧？开始之前，我想再强调一下，我发现很多粉丝他的教程不看完整，就是看一半就感觉好像知道了，然后就嘎嘎一顿疯狂操作，但你可能就会漏一点步骤，就会导致就可能出现很多的问题。我在这里建议大家就是先把整个视频看完整，然后再去操作。如果你觉得就是整个视频太长，时间太久，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先看的话，那你可以先到我的博客来看一下，就是文字教程。对，我一般文字教程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细，但是这里的话，就比如说这个托管至 CF 这一块，之前就是有反复的操作过、讲解过的，那我在后续的一些文章中会简化。如果说你说你不知道、不会，那你就是可能去翻一下之前的教程了，得，好吧？OK，今天废话讲的有点多了啊，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啊。这个域名的话，目前体验下来还是比较好的。它对于以往的免费域名的话，条条框框没那么多。第一个，它没有任何的门槛，你直接注册就可以用。另外的话，它没有明确的一个数量限制，原则上你是无限申请的，这个也是比较友好的。之前的话，无论是需要你要邀请码啊，还是就是说你限多少个域名啊，反正不同的免费域名它有不同的一个策略吧。这个目前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的门槛，对，而且它还这个比较神奇的，它可以这个域名，就你注册这个域名，你可以去共享，也可以转移给其他人。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趣的功能。然后这里的 bug 的话，目前我简单测试了一下，应该是修复了。我不确定是修复了还是我的操作方法上就是优化之后更容易的去成功了。我在后面的话，我在文章中的话也放两个方案，然后大家可以跟着这两个方案来，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OK，这里的话简单说一下，目前这个域名网站的话，它是可以支持两个后缀域名，但只有这个后缀域名目前是支持 CF 托管的，这个域名目前还不支持，后续的话不确定。我看到好像是它已经在提交了吧，但是目前我们用这一个也够了。在实操之前的话，我先给大家过一下这两个方案吧，然后到时候实操起来的话，我可能相对来说操作的会稍微快一点，好吧？第一个的话就是很标准的一个注册域名的流程，正常我们直接去这个域名网站去注册，然后新增一个域名，然后去修改对应的 DNS 服务器就可以了，这个比较简单。但是这里的话，我给一个建议，一个小技巧吧，我这里写的是，对，你在注册完成托管到 CF 的时候，我建议就是这边刚注册完，就是一注册完，马上去 CF 进行一个托管，然后托管的时候，我到时候会实操的时候啊会进行一个讲解。你不要去，它默认是自动解析，不要自动解析，我们去手动解析。手动解析的时候，如果够快的话，它应该不会解析到 DNS 记录。那这里的话，我们不用管，我们可以下一步。如果说它的解析比较快，解析到了记录，那就要去手动去删除一下。然后等到下一步的时候，对应的它应该会解析到官方原始的一个 DNS 服务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先不要急着去下一步，我们回到我们的官网，
然后去更改它的一个 DNS 服务器，更改成这个时候 CF 已经提供了2个服务器，把它对应的服务器更改进去。更改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会儿，等个几十秒吧。对，回到 CF 的官网，然后我们再点击下一步，下一步之后会有一个重新检查嘛，对吧？然后我们直接重新检查就可以了，然后等一会儿应该就会生效了。正常的话，原则上这个正常的话几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另一种方案的话是在之前没有修复好的时候找到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主要是为了解决还是它那个 DNS 服务器冲突的问题。我们先要去 Netlib 确认我们要注册的这个域名没有被抢注掉，是可以正常注册的。这个先要去确认一下。对，我们去点击可以去新增一下，然后把它删掉，没有关系。然后确认好了之后，我们直接去 CF 托管，把你想要注册那个域名去托管。托管的时候，它这里的话应该解析不到任何的记录，然后你在下一步的时候应该也解析不到、查找不到对应的 DNS 服务器，这个是正常的。然后我们正常一步一步走到最后，最后它应该会显示一个重新检查 DNS 服务器嘛，对吧？这个我们就放在这里，就是我们把整个 CF 的托管操作完成。完成之后，我们再到 Netlib 这个官网去注册我们那个域名，然后注册完成之后，直接去修改它的 DNS 服务器，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头到 CF 去查找一下，重新检查一下 DNS。我们可以直接等待，因为它这个的话，它会自动检查的，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方法的话也是可行的，而且特别是当你如果这里没有生效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案去操作，好吧？OK，那这个2个方案讲完之后，我们现在来直接实操，好吧？我们直接先到这个官网去，我们翻一下，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注册，我们这里来注册一下。拉到最后，已阅读，验证一下。啊，这个还有个特色，它这里会有日志，所有的页面它下面都有一个日志，密码错误15到100，哦，这要15位，哇，那我重新设置一下，这个应该够了。然后现在我们去邮箱查看一下令牌，这个令牌复制一下，粘贴，验证。OK，我们需要重新登录一下。OK，我们这样就登录成功了，注册成功了。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有2个，然后我们以这个为主，因为这个可以托管到 CF， 对吧？然后这里要注意一下，这个域名的话是不能以数字开头的。我设置一下，就比如说啊，可以看到吧？以字母开头，字母或数字结尾，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能以数字开头。我们这里，我这里的话已经把我的 CF 打开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先在这里预设一下，回到这里，我们要把自己要注册的先到这里面来配置好。
我们到这里来粘贴一下，懒得打了，在这里。OK，这的话就是我们要注册这个，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这个应该是没人用的啊，添加。OK，我们这里就添加成功了，我们可以单击进来，这就是它的服务器是吧？我们先赶紧到这边来继续，等待一下，免费的计划。嗯，哎，什么意思啊？怎么卡在这里了？这个情况倒是没遇到过。我们先来尝试看看它能不能生效吧。我们到这边来，服务器改一下啊，这是它原始服务器，我们改一下。好，第二个，OK，这边改了，那我们立即检查一下。还很奇怪啊，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再来用第二个方案，再来注册一个。哦，不是这个，先回去，复制一下。注册个888。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前面有点问题呢。哎，很奇怪啊。哎，这边已经活动了，生效了，啊，那就先不管了。我们直接来测试这个吧。我们添加一个解析记录。这个大家可以随便填，我这里的话只是为了测试，它只要能解析出这个 IP 就行了。复制一下。DNS 测试一下。还没出来。哦，这个没有加上我的后缀。哦，已经有了，看到了吧？慢慢变绿。CF 自带的边缘节点还是可以的，已经很绿了，对吧？基本上就全绿了。我这边的话，不知道这里是卡了什么 bug 啊。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边也直接跳过来了。
这个的话我就先不去找原因了。之前的话，这个整个解析的操作也演示过很多遍了啊。如果说这里就是不太了解的话，可以翻以前的 CF 视频看一下啊。然后我们这里来看看这个能不能直接生效。我这里来把这个也注册一下。对，它经常会失联，点击一下连接就可以了。我们返回域名，然后把我们那个888去注册一下。OK，注册成功。让我们改一下这个服务器，复制、粘贴、复制、粘贴。OK，大家这里可以看到，这个888这里是解析不到其他的名称服务器的，对吧？刚才那个666，因为我们先去注册的，所以它会解析到它原生的一个名称服务器。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然后我们这里也注册好了，改好它的名称服务器了，我们可以立即检查一下。OK，我们再回到这里等一下。哎，这它怎么又跳成这个了？看来是有 bug，看能不能生效吧。哎，我收到邮件了，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OK，这个也生效了，说明这个两个方案都可以去生效，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种去生效就可以了。OK，那今天的免费域名注册教程实操教程就基本上到这边结束了。OK，最后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点关注不迷路，好吧，拜拜。